2026说到台湾第17个年头，骑车环岛是我一直想做却从没做过的一件事。可是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去完成，只是没想到会是在今天，在我人生最忙碌的年纪。而且骑的不是我一直幻想的挡车，而是一台速克达。但也许正因为如此，这趟环岛之旅变成了一场超乎我想象与期待的冒险。台湾环岛48耐 ，Let's go！ 我的鞋筒还有渗有水进去了 ，shit！ 哎，其实可以嘞，它下面还是硬的，下面。你干嘛？怎么回事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哇，有点碎石，要注意。哇！我很担心被吃破哎，我们有补胎剂，可是没有打气机。对啊，用吹的吗？我的天啊！现在就到了那一种，人家约你，你不赶快去，人家说你不赶快去，不然你要什么时候再去？大家好，我是克里斯，今天又来骑车啦。这一次终于要来解锁台湾骑车环岛，一去2天2夜，从高雄出发，逆时针环岛。这次旅程还有2位车友一起参与。首先跟我会合的这位是白白，有常来看我频道影片的话，应该都知道我跟白白这几年跑过台湾无数的景点与秘境，甚至还横贯过婆罗洲3500公里，还有日本名古县的冒险奇幻之旅。如今我白白终于来补上一起台湾环岛的里程碑。这次的环岛旅程路线规划其实也没有所谓的规划，除了第一晚在宜兰说好订了汽油旅馆之外，其他一切就且走且看。因为对我们来说，骑车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应该被安排得太满，就算是跟我们往常一样，把每趟骑车旅程都当成一场随缘未知的冒险，浪漫，浪漫。风雨欲来，凌晨南部海线风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。虽然早就预期这次环岛一定会遇到雨战，但我白白早已过了说走就走的年纪，闲余时间变少了，顾虑也变多了。所以当我决定要出发的那一刻，除非遇到台风，不然不管天气如何，就是要风雨无阻的骑下去。总之呢，在一路风势拉扯之下，我们还顺利的来到往垦丁途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休息站海豚湾小七。在这里要跟另外伙伴辉哥会合。这一刻，2026 48耐环岛小队也正式集结完成。我们第2位伙伴辉哥，是我们的酒肉朋友。酒肉朋友，对，只有他说是吗？就是有酒还有肉。第一次骑出国的环岛吗？对啊，对，第一次，我是第一次哎，我也第一次，就是你有经验。对，加油！相信透过刚刚那段影片，大家也能感受到现场的风势真的不是开玩笑的。骑着轻型出场的我们，也即将穿过南回公路，想必将会是非常的刺激。追风时间 ，Go Go！就来到寿卡了，寿卡终于来了。之前是警察局嘛，警察局，对，算是个很重点的地标。对，以前拍牌啊或环岛，基本上都会来这边。自己在停啊，然后脚踏车也在来啊。对，脚踏车也在骑的。对，这边过去就台东吗？这边可以往垦丁那里去。那真的很棒，真的很漂亮，而且那边我觉得很不像台湾的那边有段路，对，很不像台湾。有机会可以来走走看，就是走南回旧路，然后切这个旭海温泉那边。14年了嘞，那我可以看看就是这10年来公羊的变化，如何从销冠变成大佬，有没有吃鸡油？没有，
没有，都 OK。都 OK。现在变代步车而已啦，但还是很够用的。对基本上台湾的速克达很厉害。这一代的引擎真的蛮耐操的，因为我有发现，因为我现在上班嘛，通勤，这台 VJR 还蛮常看到的，还有哦，在市面上还蛮常看到的。所以你的总里程是多少公里了已经？13还14万了。哇！什么特别大修的？神勇神勇，引擎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好车，神车。好车就该如此。对啊，最神的神车是我以前18岁有一台第一代的豪迈。哦，豪迈125，那个还是轰炸的 GY6V 的那个。啊，当时技术还在。骑到2018年，然后呢，我本来一直想修，我弟他们就不要，因为后来我妈在骑，然后我妈不走了嘛。那辆车后来就没有，那辆车那个时候还很好骑。就当时那时候汉达的技术刚传给那个山羊。还是光阳的时候啦，交流中。然后那个山羊叫伯爵啊。总是希望我们台湾的机车产业，不管什么厂牌，可以早日登顶荣耀，好不好？对，一起。看那个大陆那个超强的，从零到有手，真的是手搓哦。对。据我不负责任观察，台湾速克达市场这几年似乎弥漫着一种有点诡异的对立氛围，说是各厂牌之间的较劲，更像是各种群体在划分立场。简而言之啊，就是贵圈争乱。反正呢，对我一般这种消费者而言，车子好骑，价格不要过度溢价，骑得开心、安全，这些才是最重要的。说到安全，真的还是得认真准备合适的骑乘装备啊。像我这一次为速克达而新买的披风雨衣，就有点不足以应付长途骑车的需求。我觉得骑速克达还是要穿那种2件式雨衣比较好哎。对啊，你看我下面都是外露啊，你看，像我要淑女座啊，这样子。淑女加就加她腿了，这样子。2件式还是比较好。对，可以比较豪迈的骑，可以脚开的骑。来到台东了，来到台东了，下雨了，下雨了。想说明天才会下雨了，结果今天提早下了。这是 Adventure。目前最舒服的 RV 大约是6000转，时速大约72这样子。上次也是走这里啊。哎呀，来过了墩哦，我们去 ADV 是要补个油的，让你的前车头就抬起来，这样过比较顺。不过速克达感觉还是很跳哎。来，补油，哎有啦，补油会比较好啦，补油哦。对，让车头这样子，对，让它那个悬吊生长，对，生长，然后刚好在最轻的状态下再压缩。对，这拱门哦，回忆袭来，呀，有 Adventure 的感觉了。喂，下面是什么？下面是什么？下面铺什么？呀 ，Off-road baby！ 哇，这个悬吊好跳！哎，还塞东西吗？哎，怎么回事？哎 ，What is this？好了，不要去撞大石头哦，不要找石头，这不是 ADV 哦。哎，这不能站呢，站不起来哎，这踏板不能站。哇，有软沙，有软沙。哎，我的 TC 啊，我有 TC 啊，我把它关掉，它有介入，我关掉 TC 先。OK。我觉得过不去啊，我看一下。不要！对啊。
14年的车。喂，拜拜，你干嘛？啊，怎么回事？这什么了？这什么了？不对吧？你骑错车了今天。来，叫什么脱困？但小车就是任性啊，直接拉起来就好。哇！哇，太软了，太软了，这个。来到白白朝思暮想的景点了，金轮沙滩。金轮沙滩，感觉是有办活动是吗？这边看起来是，对啊。之前来就是一片石头地、沙滩地这样子。他们会晒稻草哎，还蛮奇特的，不知道干嘛其实。对啊，一整片。这叫艺术走廊。哎，是吗？海滩，因为这里常常有艺术季。原来是搞艺术的部分。总之呢，环岛旅程才刚开始，我们实在不想车损过度，所以评估之后就原地掉头线。不得不说啊，想要为所欲为的探索台湾，还得是骑 ATV 啊。但是下次还有机会的话，我是蛮想尝试更 ATV 取向的速克达来探索台湾。像我之前在马来西亚浅尝过Honda ATV 160的小小冒险，真的会上瘾，也很渴望去尝试体验那种速克达并带有点越能力的车款，期待期待。OK， 梦里什么都有，那我们先回到现实线。OK， 赶来这趟我们环岛之旅，就是不断的加油。预计应该有将近1000公里的旅程吧，然后大约150公里不到就要先加油了。3台车加了11公升多，哇，它汽油很贵耶，95要33.9块。OK， 往东河乡预计2个小时。来了太麻里，台湾非常著名的看日出的景点。虽然今天错过了，不过希望下次还有机会。哇，测速题真的很重要嘞，沿路都在想哎。哇，这个旗子往前踏确实还蛮舒服的。可是也不能撑太久，因为屁股会痛。因为当你往前踏的时候，你屁股要往后坐嘛，然后后面还有个凸起物，你往后坐的话，有点会顶到你的屁股不舒服。这样做的话，我后面的支撑就很舒服。哇，到了屁股痛了已经，我骑了5个小时多了吧，应该屁股还有痛了。哇，真的屁股真的太不舒服了。我要开发新的姿势，坐在几乎后座的地方，脚完全伸直，好像有好一点点。好像只是并没有。哇，辉哥坐到后座去的，辉哥。脱开白白带我们走海线到东河嘛，走上路的话是经过光复还有池上嘛，然后我们走海线可以直达东河。我的车。干嘛呀车？快有快车，快车！你看，每个停红灯都在翘屁股。哦。到东河乡了嘞。东河乡也是一个很长的、很狭长的一个市区。白白带我们来第2个很有古早味的景点。难得往我们从滨海这边走，我们来了一个景点叫水往上流。
真的是有一点点斜坡的感觉。啊，你不觉得那个比较高吗？结果水是往上面流。对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奇观呐。对，当地的都市传说。其实这个景是吗？我从小就有听过了嘛，透过电视节目啊，就台湾的那种旅游节目什么的，应该小学就有听过了吧？我觉得好酷，好神奇哦。对，过了20几年，终于来到这里了。长大了，终于来看到。长大了，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哎。哇，我记得是马路边的嘞。我上次对以前书上是写马路的啦。对，这是那种柏油路边的嘞。对，所以这是加盖的吗？不太一样吗？我知道的好像已经长这样了。哦，我知道说它是在，这是一个马路。对，在柏油路边的，印象中，还是它其实是很长。对啊，它一路上去啊。所以就是原厂就有附的嘛。原厂附的啊。哇，这个给你 adventure 呢。还有保感，不愧是大 B 啊。真的，还可以，你看连3箱的侧光都给你了，都有了。啊，那是原本就是有给的。对啊，就是原本这也是吗？这台也是。这都原本的。哦，没换过。我这个衣服是原 gay 版的感觉。有。对，韩系风格。可是我是单纯想要买一个速达专用的一个雨衣，懂吗？不过我认真觉得，如果你要骑长途的话哦，还是2件式的比较好用。像我刚刚骑是吗？还是这样子哎，一脸梦露了嘛。幸好我有带这个裤子来啊，还有多穿一件，下面都是湿的了嘛。昨天的雨战，真的期待。我们离那个龟府神宫，哇，超近了！哇，真的，它随时会有金刚出来耶 ，King Kong。咕噜岛。哇！所以到东河了，可以吃包子了，各位。对，观光客行程呢？但我们不是观光客吗？我们是 adventure， 我是 adventure， 观光客里面的 adventure。对，所以拓盖，你这个安排行程，可以再加重一点口味。那我们再去海滩。啊，有被小颗的吗？我记得以前是蛮大，好像有点小。哦，没办法，我很胀了。油价涨成那么涨，哎，没办法，仗都打了，房子要多小了。辉哥说他们这个年代的人哦，真的就环岛我不用导航了，为什么 ？Why？ 那你会看路标啊？比如说我往南走，我就走台1、台3，以前还有台17。然后台61是后来的，我念大学时候才有台61，然后那时候骑的 NS 啊，因为没在抓，我们都可以上台61，然后时速破200，那个应该是非常快乐表了。我看到150我就觉得 NS 是快乐表了。然后那时候从淡水到台南就6个小时而已，也可以一路飙回来。哇，时代差异。对啊，因为我现在是到了那一种，人家约你，你不赶快去，人家说你不赶快去，不然你要什么时候再去？所以呢，不管怎样，能走能做赶快做，赶快做。没错，真的也是。人生无常，真的要想做就赶快做，可以做就做，也不要勉强。对，能力范围内了。工业进价后，勉强是没有幸福的。骑车也是一样，不需要去逞强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、骑乘习惯、使用情境，以及对车的期待与诠释。所以每个人骑车的乐趣来源本来就不尽相同，没有哪一种比较高级。Anyway， 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骑车节奏，用自己的方式去享受骑车这件事，才是最重要的。Peace。哇哦，这出海口！哇，左边的也好漂亮哦，花东纵谷。34公里的区间测速。3.4公里啊，吓到我！3.4公里太夸张了。OK， 刚刚辉哥的车还没有加满，因为油掉得很快。想说既然加，顺便加一加吧。台东的印象就是满满翠绿的稻田，疗愈。
还有高耸挺拔的万众山谷。哇，看刚刚讲的有个白龙在盘在那个山谷上面，有够漂亮。哇，大景了，出大景了！哦，我不行了哦！我真没有想过，我第一次环岛会骑白牌速克达呢，真的很意外的嘛。人生就是不同的惊喜跟意外。之前最接近的环岛的机缘就是我的野狼125，不过呢，就在昨晚我已经准备报废了，牌子已经拆下来了。这2天我的老婆帮我寄去监理站，因为都没来骑啊，然后汽油帮我坏掉了，然后也不想花钱去续命。续命的话，就也是等待下一次的续命，就断舍离吧。只能说有些事情真的当初没有做，就再也没有机会做了。陪伴了我9年的野狼，激起我骑车浪漫淋漓至今的摩托车，也算是功成身退了吧。对我们这种有在骑车拍摄记录的人来说，这段路就是所谓的记忆卡杀手。好，我等直线比较安全。直线了。OK， 吹啊！瞬间上到90 ，OK。终于可以稍微油门一拜了。为了安全而油门一拜，远离大车，从你我做起。对啊，要到了是吗？要么就超过他，超不过的话就退他远一点，要保持一个非常宽裕的安全距离。前面都有一台货车在走慢车道，拜拜，油门一拜了，拜拜。拜拜，吹到底了，我只碾一点点而已。好，我灌到底了，灌。倒数100公里，抵达我们的花莲很有名的星巴克。打算闪，显得比较专业一点。要做玛丽莲梦露了我。OK， 我瞧一下，不喜欢下半身湿掉，会不会很麻烦？哇，我们到花莲啦！有点意外，这场雨来得早了。不说好明天前台有雨吗？哇，我的屁股！完美的人体工，真的很舒服，而且很平啊。其实你看，还蛮平的嘞。哇，我又半缸油了已经。还有17分钟，15公里抵达我们要去的星巴克。榉木样的一个星巴克，非常典型的一个完美景点。我们走在车道还是逆向拜拜。你这个拖盖怎么回事？现在看到没有，大家都会让了已经，对，都会礼让行人了已经。这1年来，我觉得是近1年了吧。这个观念我觉得建立的非常的扎实啊。果然，重金之下必有勇夫，重罚之下必有懦夫。是这么说吗？礼让行人也不是懦夫了，好不好？是一个非常有道义的这个行为。环岛Day 1第2餐，我们已经到花莲了，预计在2个小时多可以到饭店。不过呢，我们会先去百米林道，没错，去挑战一下 off road 行程，轻度 off road 一下。拜拜，我们的拖盖要上来一个好消息了，完全没有雨了，完全无雨，完全放晴了，所以待会可以去百米林道滑胎了。可以可以。那我们要赶快加紧时间，赶快过去了。哎呀！哇，有点碎石要注意耶。哇，有细沙。
Come on， 这就是我梦里常出现的漫漫长路啊！离开了花莲星巴克，回蓝门市，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一条真正让人心跳加速、荡气回肠的路线——苏花公路。这条公路不只是景色梦幻，更是一种带点压力的浪漫。近期苏花改虽然已经部分开放白牌机车通行，但只限特定路段，所以骑这段时候必须提起12分精神。总之呢，不管怎样，今天真正的重头戏就在苏花公路彼端100米林道，我们来了 ，Go Go Go！ 你看之前这边土石流，然后有封路嘛，哇，现在终于已经就重新通车了，所以说啊，且走且珍惜。哇，还在施工哎，所以我是修不停啊，真的太辛苦了，各位，辛苦各位抢修人员。这里是欧亚板块、泰迪板块还有菲律宾板块的交界地，你看一堆都是被推挤上来的，直接拔地而起。哎，那还是蒂芙尼蓝嘞，哎，蹦拍得到吗？有2层哎，就是前海的，就是蒂芙尼蓝。目前我总里程384，还没500公里，还可以，可以的 ，Go！ Different song every day. I'm spending all my money just so I can hit play. In every song I sing along, you're like a jukebox, baby, and I like it that way. 来，准备前往100米林道 ，Go Go！还好啦，反正叫得出名字的林道大家都还好啦，那种叫不出林道名字才可怕。我这边准备一下。Let's fucking do it！ 啊，我屁股OK， 终于派上用场了，我的 Hover 啊！装上电池之后呢，骑车神器啊，只能说这个是它最强功能是什么？骑车跟随。它有专门的骑行跟随模式，骑行跟随，然后距离中，高度高好了，等到里面我们再可能距离再远一点，再更高一点之类的，好，这样子，待会回按哦，所以跟着我们飞了，那我们准备试试看吧 ，OK， 司机，还有额外这个小小的信标配件，你可以监看你的空白画面之外呢，它还可以增加它这个骑行跟随的精准度，因为它原本是靠图像去跟随嘛，有的时候它可以有额外的讯号。可以让你跟随你更加精准。OK， 看到画面了已经。好，那我先给它起飞咯，按一下。我没有试过，很刺激耶。哇，大下坡哎。哎。今天不用撩 K 了，太棒了！就是小手，感觉还蛮平的，其实。对，选好路线，对，并速和达是小轮径。好，
哇，后面打了，后面打回来，后轮。哦，果然波中不能停。波中真的不能停，也会打滑的。刚刚波中我停了一下，让那个救居民的时候一起步打滑了。哇，越来越陡了嘞！哎呦，哇，那个悬吊的声音不太妙，松弛了，看还有坚实。我很担心被吃破哎，我们没有那个，我们有补胎机，可是没有打气机。对啊，用吹的吗？视线不只要看远方，还要看你的就前面有没有一些尖的碎石。哇，超陡了！这样绕大圈比较好，比较有容错率。因为你那前卡的话，哇，就很难摆回来了。哇，又上雨！哇，好冷，直接瞬间变冷了嘞！哎，有没有那种就是去日本滑雪场的感觉？这里那个缆线，你也来到日本滑雪场的感觉了。哇 ，OK， go， 哦吼，熄火。来，准备。呜、喂，他被吹走了，拜拜。没，他被吹过去了。Go， 浪回来。我直接被这风吹走。来冲啊！有一个小小的斜坡，油门不要回，很滑吗？有洞啊！哇！我差点浮头哎！身体要往前，重心要往前，压前轮。玩家的模式。当一切都已经录上了。好笑的。来，渐远，我们拍一个渐远15米，它可以30米了，不过我怕飞不回来，风太大了。OK， 我看它这样平衡呢。哦，哎，画面不错。可以。来，漂亮！哇，对嘛，这样才对嘛。这个要训练呐，要训练呐，这智能 AI 需要训练呐。你再做一次，但往那个方向飞好了。他可能会创3PO。男人的快乐就是那么的简单，骑士的浪漫就是如此的硬干。这一帮狂暴的风士，冒着全新空拍机炸机的风险，也要给他浪漫一波。所幸最终还是全机而退。看来哈佛在看风方面还是有2把刷子。总之呢，整装准备离开100米林道的那一刻，气温骤降，整片山头直接被雾所吞掉，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梦幻感。环岛跌弯的旅程，用这种方式收尾，可谓仪式感爆棚。第一次极速到远征，第一次骑车台湾环岛，不知不觉也就这样骑到了一半了。这趟环岛没有太多规划，40爆弹的节奏，基本上就是一直在骑车。很多我以为会停下的地方，最后都只是吹着油门，用眼角余光闪过。说不可惜是骗人的，但这都是现实。反正嘛，有些遗憾，何尝也不是留给下一次环岛出发的理由。至于明天行程，要沿着西部南下，预计将要面对全天候雨战。
今晚就好好养精蓄锐，务必睡足8小时。明天唯一的目标那都是安全回家。我是克里斯，这影片就这样子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